大家好，我是庞颖。我是一个辩手，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。我为什么去上班呢？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，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。所以呢，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，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，但是我妈如临大敌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妈一来，我如临大敌。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，所以我总得吃剩的。我说妈，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？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，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？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，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。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。我们家的知道，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，粽子是去年端午的。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，她虽然不怎么样，但知根知底啊。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。我从小就比较胖，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，但是我不同意啊。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，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。同意吧？有人说呢不对，自律呀，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。那我也挺自律的呀，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。又有人说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，这也不对啊。偶尔出轨叫放纵，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。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，但是打工人太累了，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，是真的全职的工作。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。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？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！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、董明珠的事业，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！就工作久了呢，是不可能没病的。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。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。我甚至在想啊，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？想象一下 HR 面试，我拿出病历，有结节代表我能忍。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，我是节节导向。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，团队人均211血压。你来自985，我来自 ICU， 我用的还是年假，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。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，我一听很吃惊啊，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，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。后来呢，我去医院看，医生说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，到处收集方案，然后比稿。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，没有打动我。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，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，但是没有新意。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，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。为什么会没事儿呢？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，我的乙状腺结节呀，自然就没了。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，我妈又如临大敌。说我之所以生病，是因为我吃外卖、熬夜、工作压力大，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。小时候让我努力，生病了怪我太努力。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。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，我请了一个长假，后来发现是误诊，我也没有销假。毕竟请假挺难的，而且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。有个网红曾经说过，
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，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？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，漫天的落叶里，对自己说：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，人就没了？好，我想了一下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。还有后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庞颖啊，我是一个辩手。我一个辩手为什么要来蹭脱口秀呢？因为奇葩说停办了。打辩论的问题啊，是特别难赚钱。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辩论赛，我的立场是：爱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不自由。我站在舞台上振臂高呼：与其反思自己，不如指责结构。场下掌声雷动，就像现在一样。然后我就接不到美妆广告了。所以今天我借着脱口秀的舞台问一句：我现在爱美还来得及吗？而且我觉得吧，辩论的商业模式有问题。你看人家脱口秀多红火，又有线下的演出，又有这个进大剧场。我觉得辩论应该跟脱口秀多学习。所以呢，我就去问我的朋友，我说：哎，下班之后要不要跟我去大剧场看辩论呀？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你看我像苏格拉底吗？我上了1天班了，什么正方对反方对，在我心里只有甲方对。就我辩论有了一点名气之后呢，我爸的那些狐朋狗友就开始在他耳边说3道4。我要是有闺女啊，我才不让她去打辩论，咄咄逼人，抛头露面，会嫁不出去。我说那好办啊，我娶一个进来不就得了吗？欢迎你们的儿子来入赘。但是当着这些叔叔大爷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不是我怂，因为听我反驳，那可是另外的价格。他们怎么老想把我嫁出去呢？每天就是嫁嫁嫁，我又不是一匹马。听见谁笑了没有？这是我的脱口秀小姐妹跟我说，一定要说一个谐音梗，歃血为盟，算是入圈了。干得好。而且能嫁出去一定就是好事儿吗？我曾经在亲戚家遇到他们家保姆阿姨，中年女性，独自在大城市打拼。这个家里从看孩子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照顾完小的，照顾完大的，里里外外都是这个阿姨。我就跟她说：我说阿姨，您在这儿多辛苦啊，您不想家吗？阿姨说：傻孩子，这些活儿阿姨在家也得做呀，还没人给钱。我当时就想，人还是得有工作，我还是得上班，因为不但有工资呢，还有晋升途径。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妈妈从妈妈升为了资深妈妈、主管妈妈、大中华区总妈妈。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我都在上班，当时录完奇葩说我就回归职场了。但是在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，我发现现代职场其实跟传统婚姻非常非常的像。比如说以前结婚要改姓，现在入职要改名。以前改成张氏、王氏、屈臣氏，现在改成 Lisa、Sarah、Katusha。以前叫我们恪守妇道，放到职场里就是好的，收到。唯一不一样的呢，是以前生不出孩子要打入冷宫，现在是生完了孩子，公司会把你打入冷宫。时代呢，还是有一点进步的，现在是此处无声胜有声。
以前媒婆找的是生育价值，现在 HR 找的是剩余价值。时代进步了吗？没有啊，这两个词用英语写出来都没差别好吗？都是生育价值。而且婚姻和工作呀都靠不住，老板要换人的时候会说，让我们给年轻人多点机会。老公想换人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说，他会直接这么做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我这个上班的辩手还要来学习脱口秀，因为我觉得脚踏两条船那都是不够的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根本没有上岸这回事儿，我们脚踏的船多了，它就连成了岸。一份工作很可能会背叛我，3份工作很难同时背叛我啊。这就叫一条 ship 比不上2条 ship，2条 ship 比不上 open relationship。女人不能总围着老公和工作转，因为那叫公转。我现在专注自转。我想吃饭啊，现在我都不上桌，我就端个碗自转。我看到哪个桌上有饭呢，我就转到哪桌去吃。我今天吃到了脱口秀这碗饭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让我多吃几口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仁成。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。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，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，为什么会这么痛苦。前天我又发了一条，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？佳佳您回复，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。确实比赛比不明白，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。说实话，我今年过年，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。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，双开门牙。我就发现，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，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，增加了很多幽默感，变得十分滑稽。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，更像是个父亲。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，到老嘴巴漏风了，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。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。别人抽烟都是散客，他就属于卡座。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，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。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，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。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，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。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，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。我爸，你骗谁呢？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做数据。你这哪是测血糖啊？你纯测胰岛素呢。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，他也没吃啥好东西，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，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。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，跟县太爷似的，升糖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，他不仅自己吃，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。我特别生气，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，对吧？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，别给狗也整出病来。我爸说：“哎，别乱讲，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，不是吃出来的。而且人的病，狗怎么会得呢？”今年2月，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。
给我气坏了。我爸，你得选一个吧，要么是你喂出来的，要么是你遗传的。哎，你考虑到遗传，很绝望，我以后肯定也会得。过几年别人问我爸，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？我爸说，我和犬子。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我现在没有糖尿病。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，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，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，但我没有糖尿病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。这玩意儿你别说，真神奇，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。我有点害怕体检，我很久没去体检了。我上次去体检，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。但就导致个问题在于，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。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，他们就劝我去体检。你们去，你去，你们去，你去，你们去，你去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跟我玩反弹。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，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，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，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。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，怎么办？家里挂面谁吃啊？狗都不能吃啊。但我说这么多啊，我不是在指责我爸，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。我一直很佩服我爸。我今年28岁了，我爸28岁那年，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，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，A.K.A. 胖子本人。他开局很艰难，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，我爷爷是不答应的。我爷爷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，两个人就天天吵架，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，咬紧牙关没有答应。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。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，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，挖了个坑，跟他说：“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，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。”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。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，也有人在劝我爷爷，但我爷爷不语，只是一味的挖地。这不是一般的挖地，这是道德的挖地。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，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。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的头上，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，最后他赢了。2年后他可以外出打工，临走前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，说：“谢谢你当年的栽培。”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他结了婚，有了2个小孩，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，一个经济发达、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。这是后话了。我觉得我不如我爸，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。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打击，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，我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。家人们，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恶毒的爸，不停地挖，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？但我爸什么都没做，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。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，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，可能是我爸淋过土吧。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。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，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。体检报告出来之后，确实吓了我一跳，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1半多。哇，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子要先带了。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，我爸爸一向沉默，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要照顾好身体啊，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。”
那一刻，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，是爸爸的微轰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小爸。大家好，我是杨门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。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。我说前2天刚办完婚礼，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，杨温结婚，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，就不是我人缘不好，就是现在圈子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。你知道现在这两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，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。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和亲大使，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，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，我就骑马入场，我觉得特别帅，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。那个马真的非常难控制，我上马之前，教练特意交代说，记住了，他是畜生，你要征服他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听进去。马听进去了。打我开始上去之后，他就试图在征服我。因为那个新娘的马新娘的马特别好，但我那个马特别躁动。新娘的马走起路来就很优雅的完成工作，他就这样。我那匹马就是这样。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，你知道吗？他颠得特别开心，然后我在那个马背上，我就开始这样。小北看见了说：“快，杨门在给马打气儿。”我。结束之后，所有人都在夸那匹马，他们说：“这个浩瀚的马子，你威武雄壮。”其实开始筹备婚礼之后呢，就是有很多那种落后的婚俗，我就没有办法接受。就是比如说结婚那天一定要穿那个红秋衣、红秋裤，还有红袜子。就咱们难看就不说了，如果你的老公是个光头，我真的诚心建议不要这么穿，因为从远处看，真的很像刚扒了皮儿的火腿肠。然后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很扯的说法，就是说新郎去娶亲不能带姑姑，然后新娘他们送亲，姨妈们不能去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姑姑的谐音是孤，婚后会孤独；姨的谐音是姨，你俩会猜疑。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啊？太扯！就是照这个逻辑，我就想说，谁能去？叔叔不能去，因为日子会过叔；大伯不能去，你俩会闹掰；姐姐不能去，解开了新人的姻缘；哥哥不能去，他会放了爱情的鸽子。是吧？这个习俗的核心就是你家要有个王建国，你结婚全家别出门。王建国自己结婚都不能去呢，因为家有王建国，日子往见过。所以我当时跟婚庆聊的第一条就是拿掉所有和谐音梗有关的习俗。但我所有东西我都拿掉了，但只有一个拿不掉，就是那个早生贵子。我妈非要在那个床上就要放那个干枣、花生、桂圆、瓜子儿。说实话，我俩领证3年半了，一直没孩子，是因为床头忘放干果了吗？我们之所以不生贵子，就是因为生子很贵。我不想生贵子，我就想生个贫子。我不想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弹钢琴、学骑马，然后打少儿高尔夫。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每天拿个烂矿泉水瓶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看我刚抓的毛毛虫。”我会很开心地说：“哎呦喂，好孩子，你的快乐真给爸爸省心。哎，爸爸那儿还有一棵树，哎呦，快去吧，真机灵。这孩子长大一定是当啄木鸟的料。”然后我也很不明白，就是那个结婚为什么要请那个车队，一堆车，然后他们跟我说：“啊，这样接亲的话就是那个非常的气派风光。”我说我不觉得。因为你去接亲的车越贵，越说明那个车不是你的。
因为没有哪位劳斯莱斯幻影的车主住在新营房2号胡同3单元502。霸道的王总办了一天婚礼，累的晚上终于坐了他的劳斯莱斯，仰望着星空顶，缓缓地回到了他家楼下，走了进去。哼！喂，小刘，1楼的感应灯记得修一下。我绝不允许我的女人在楼道里跺脚2次。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场好的婚礼，你就应该拿掉所有和你没关系的繁文缛节，然后留下真正对你们有意义的事情，比如随份子。随份子这个事儿真的是，我随的是我觉得我说这人情社会的文化糟粕必须废除。收礼那天这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了，谁敢不从？然后我以前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只去，不给钱，他们会不会发现这个事儿？这次结了明白了，一定会发现，因为不然你们以为洞房花烛夜，一对新人关了门之后会干什么？当然是对账了。不仅对账，我们还得验算。验算的时候，我俩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这么般配了。因为以100为单位的纯加法，2个人算3遍都算不出一样的数来。但是那天晚上非常的开心，那天晚上我们都听到了最悦耳的来自父母的指责。我老丈人晚上在吼我们说：“你俩数钱小点声。”最后，当我们终于忙完了一切，然后精疲力尽的躺了下来之后，刘佩玉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说：“要不咱俩再数一遍？”我真的当时我一个蹬就我就起来，我掏出计算器，我说就等你这句话呢嘛，归零归零归零。这个我想说就是这个世界上，到底懂不懂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懂你的人在身边。我们俩都知道，就是婚姻不一定会让人变得更幸福，但数钱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张坤。大家好，我是乐。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？一会儿打仗，一会儿贸易战。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，有点磨损了，想买一副新的，碰上了加关税，没舍得买。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，小某书也看不懂，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，不太像真的生活。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，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，你懂吗？我是不会被荼毒的，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，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， 啊，刷起来也费劲，得配合着读屏软件，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，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。戳穿了一切。刷到过那种文案吗？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，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。读到本质了，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，啊，非常无情啊，没有 IP， 没有品牌故事。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。拉布布叫呲牙兔，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。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，你才看得见。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，我告诉你们。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？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，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，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，一进电梯就来了，找工作跟老板谈，跟老板谈，跟老板谈。
牙线是谁的妈妈？谁的妈妈？谁的妈妈？摔跤，摔跤，老摔跤，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，那稳稳鞋。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，我一出门就是摔跤，摔跤，摔跤。我一到家还是摔跤，摔跤，摔。我心想，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？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？孩子摔跤老不好，多半问题在小脑。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。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，我爱你呀，你爱我。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。我在那洗碗呢，洗着好好的，突然就来了，我爱你呀，你爱我。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。你洗个碗，你乐啥呢？你乐是吧？你爱吗？你爱洗碗吗？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？你不就是？就那么几首儿歌。写点词儿就往里套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但真的听得进去。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，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，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。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，先下后上，先下后上，别插队，别插队。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。哎，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，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，你唱你的歌就完了。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了以后没人管。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，过年外卖都点不着，只能自己做饭，吃完收拾在那洗碗。洗着洗着他就来了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以后怎么办？原生家庭可以不要，思想钢印你抹不掉，是吧？信息太爆炸了，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。不用听废话，是吧？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，怎么了？盲人不能观察啊？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？但凡有效的信息，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。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？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，从中国到世界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，东航伴你筑梦起航，共赴美好。这段话就没有手语。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，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，嘎嘎嘎，他也知道什么重要。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，就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，哎呦，保命的知识来了。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，你们根本不知道。哇，真要出事了，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，要死了怎么办呢？啊妈，写遗书吧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，在那唱歌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老以后怎么办？只有2个聋人，无比镇定，一声不吭在那聊天。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，你不要紧张，刚才片子我看了，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，你跟我走。但只有2个，不要声张。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，聋人只听干货，普通人玩手机，我就坐那硬听。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。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，不用看，不会死人的。钉钉飞书不用看，不会死人的。刚才这句就是干货。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，你们看吧。哎，我怎么说呢？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，是吧？我喜欢直接的。
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，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：打车打车，出租车正规出租车，打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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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国80多个城，只有一个例外，宁波。黑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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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第一次碰到，真的大为震撼。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，跟他走。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？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？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，真诚。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，对吧？别那个什么，我爱你，什么甜蜜蜜，你就说柠檬水4块，如果你要隔夜的话，只要3块。哎，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？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。个体户不叫个体户，叫主理人。人来疯不叫人来疯，叫 ESGP。啊，也有叫邓超的了，是吧？还有那些喜剧综艺，嘴上说着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，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。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，它就是广告。啊，被资本做局了，朋友们。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，就混口饭吃啊？哇，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，就是混饭的艺术。啊，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，要表达，要好笑，要观点，要输出。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，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。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，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，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。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。我说啊，我干了4年了，越来越看不懂了，什么是脱口秀？什么是脱口秀？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。读屏软件说，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。哎，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，这个世界他最懂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今天讲什么东西，你们很快就会忘记。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。问一下大家啊，大家都有工作吗？有。我也有。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，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。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。你们再不笑，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。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。好可爱啊！说实话，很纠结。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。这个世界谁懂啊？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。我可是个山东人。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，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。我说其实吧，他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是热舞台。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，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。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？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。
国说脱口秀的，谁能说得过我呀？我的第一场演出啊，就演凉了，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。幸亏离家远呀，村里人不知道啊。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，我不说，没人知道。老板啊照顾我，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。他还很贴心的问我，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？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？他让我拿个手机啊，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。有一天啊，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，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。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。但我忽略了一点啊，就现在的小年轻哈，打字速度太快了。家人们呢？我1分钟才打8个字，我一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。别说回了，我看我都看不过来，我气得那个直哆嗦，一哆嗦啊，1分钟打3个字。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啊！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，我骂不过，我还能往地上一躺。我就问他服不服。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，第一天50人，第2天100，第3天200，是我的血压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。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，还有我们村头好。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？老板说接电话。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？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，说我态度不好。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？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。喂，谁啊？老板说大姐呀，你要用夹子音，你要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？我说喂，你好啊。对方说我要买票，我说喂，你好啊。又把我投诉了，说我恶心。老板说大姐呀，你继续说下一句啊。我说老板，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。大城市太难混了，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，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。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，回到村里种地吧，老年。直到有一天啊，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我拿起手机来就说：“喂，你好。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，说：“哎，这是方主任电话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。”我朋友说：“哎娘嘞，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。”我说：“你不懂。”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。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？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回消息。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？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，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。我一想到啊，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，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。我说啊，不少挣，1个月2、3万，你来不？我给你介绍介绍。
那一刻啊，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。第二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，我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到底在哪呢？全村的人都在传，你进了诈骗组织了，你快回来吧。”我说：“闺女啊，现在吧，妈妈走的有点远，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。之前吧，还拿到了一块复活的金牌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。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，在他挺不住的时候，都会想再拼一把，来都来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